嗨，大家好，我是吴老师，欢迎回到本期的嘉声红十足音乐。公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运弓要素，也是能让乐器产生良好振动的关键之一哦。如果没有将公鸭控制好，那有再好再贵的乐器，那也是无法制造出好的音色跟旋律哦。本期影片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控制好你的公鸭吧。所谓的公鸭，其实就是弓毛与琴弦之间的压力。好的公鸭会促使琴弦有好的振动哦，借此产生出悦耳动听的声音。在我们之前的影片曾经教过大家这样贴内弦，让你功力大增。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影片，欢迎大家点击右上角的连结，前往去观赏影片哦。我们的右手持弓，必须要先理解每根手指头的作用力及正确的使用方式。在内弦的贴弦中为了产生合理的压力，我们必须使用中指及无名指将弓毛向内顶开。这个姿势类似于手掌由空手到虚握拳的过程。当然，这对于初学者绝对是不适应的哦。所以初学学生内弦的掌握度往往是最差的。老师我练习内弦一段时间，手就会发酸，这是正常的吗？蛮正常的哦，因为你平常很少用到这些关节跟姿势啊。那我应该要怎么练习才不会受伤啊？每次练习内弦时都要细腻的感受自己的右手是不是发酸哦。如果发酸的比较严重，那建议就要稍微休息一下哦。而外弦贴弦相对就比较好理解，只需要将右手的大拇指向下贴合，这样就能产生出比较好的贴合感，也较能正确的发出声音哦。初学者基本都能快速的产生出外弦的空弦音。当然，对于空弦的贴弦动作也有一派的持弓会建议使用中指向前顶，这样能帮助拇指。不过这边吴老师不太建议大家这样使用，原因是因为这样容易让琴弓悬空，控制不佳的学习者容易让琴弓敲击青铜，产生不必要的声响哦。老师我的琴是不是坏掉了？怎么觉得声音会晃因为你右手中指把弓向前推开，所以你运弓的时候会晃声音当然会晃这边我老师请大家注意，当弓的运动速度比较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弓毛贴弦的压力大一点。反之，当弓的运动速度比较慢的时候，那也要适度的让弓毛贴弦压力小一点哦。弓速快，弓压重；弓速慢，弓压轻。当大家都能理解基本的持弓贴弦方式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讲解真正在运弓中如何实践这些动作吧。我们先以基础的空弦长弓作为范例吧。当我们准备好开始练习空弦长弓之前，一定要先注意自己的右手持弓是不是能抓稳哦。再来一定要注意自己持弓贴弦的弓压，先预设好自己是要练习慢长弓还是快速的长弓。毕竟快慢弓与弓压必须要有良好的关系跟比例哦。我们先将节拍器打开，并且设定4分音符为80。我们从4拍1弓开始，这算是相对比较慢的弓速，所以我们并不需要过大的弓压。你说什么？喂，你说有没有开课的资讯哦？嗨，大家好，我是吴老师。我们2024年的暑假课程开始招生喽！本期暑期课程总共有4个时段有开课哦，分别是周二上午从零开始的基础班，周二下午的大师音乐战马奔腾，周三下午的老歌金曲脚踏车与男女情心，还有周四下午的永远的邓丽君。在周二上午的从零开始基础班特别适合从来没学习过二胡的朋友，也很适合已经学过二胡但是想要从头开始打基础的学员。这班会从最基础的持弓、持琴、
还有节拍视谱开始教起。虽然只有8堂课啊，但是会给你满满的基本动作教学及基本乐理哦。周二下午的大师音乐啊，战马奔腾。这个曲子是由大师陈耀兴老师谱曲演奏，乐曲中包含了特殊的演奏技法，比如说抛弓、马斯、马蹄声，这些都是这些乐曲的精髓哦。如果能够领略，那当然对演奏的技巧提升绝对是特别好的感受。提醒大家，由于战马奔腾一曲较长啊，所以暑期的8堂课只能够教大概一半的曲目啊，别担心，另外一半我们就会等寒假继续哦。周三下午的老歌金曲，我们选自王世贤的《脚踏车》，还有龙千玉的《男人情女人心》。这2首乐曲是截然不同的氛围跟概念。脚踏车相对是轻松的歌曲，G调为主的指法，能够让你更无碍的学习。轻松的歌曲也容易上手哦。而男人情女人心是降 B 调乐曲，我们会多善用时间教导降 B 调的音阶还有指法，让每位学员都能够演奏出来哦。电子滑音及演奏的风格，就让我们在课堂上一一为大家讲解吧。周四下午的永远的邓丽君歌曲班，我们选用《原乡人》、《千言万语》、《难忘的天》还有《古树下》这4首歌曲，我想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哦。我们预计每2周时间教1首乐曲，希望给大家轻松的方式来学习。这些乐谱啊，都是由吴老师亲自设计且制作的哦。对了，周四下午这堂课是网络的课程哦，不管你住在是台湾、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美国、澳洲还是纽西兰，欢迎大家都上来上线学习哦。我们使用的是对声音有优化过的 Zoom 软体来教学，使用上非常的简单，只需要透过吴老师发送的连结，并且输入密码，就可以开始连线上课咯。付费的方式也非常的便捷，只需要使用 PayPal 的系统来缴纳学费就可以咯。如果你有一点点的心得，那记得不要犹豫太久，毕竟网络课程之外啊，其他课程都有名额的限制哦。我们希望透过优质的教学，给所有喜爱我们教学方式的学员，欢迎大家扫描我们提供的 QR Code 来做报名资讯查看，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吧。有问题就来讯吧。我是吴老师，那我们就课堂上见面喽。接下来就请大家按照我们的步骤来执行吧。首先，我们先把弓放在外弦弓根的位置，然后让弓毛贴合琴弦。记住，我们是4拍1弓，所以不需要太快的运弓，也就是需要弓压轻一点，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弓带出来。这时候你可以去靠着耳朵听琴发出来的声音，试着改变你的弓压来维持琴的音色。这部分一定要不断的练习，毕竟耳朵听到多少，右手才能做出合理合适的反应哦。当弓运动到弓尾后啊，请务必停下来，不要连续的拉推弓。再来，我们让弓从外弦弓尾开始，一定要产生合理的弓压。这时候必须使用到你右手的大拇指，产生合理的弓压，这样才能让起弓的声音饱和哦。通常学生都是直接练习连续型的长弓，没有将弓压处理好，容易导致声音发软发虚，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哦。接下来，我们一样将弓放在内弦的弓根位置，一样将弓毛与琴弦贴合。这边就要靠我们刚讲到的手掌虚握拳的力量，我们一样要使用中指及无名指2指的力量，都贴好琴弦后才能起弓拉出声音。在运弓中间必须依靠耳朵去判断弓压的给予或者收敛，这点绝对是必须要注意的哦。在弓运动到弓尾后，一样要停止，再重新将弓毛与琴弦贴合，
才能够重新的让弓毛开始运动哦。这样既能产生出良好的震动，也能够让起弓的音色干净且清晰。以不发出虚的音色为主的练习，这才是真正良好的长弓。有很多学生可能在换弓的时候都没有重新贴合琴弓，这会导致声音发软发虚。这样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没有精神且过度发虚，绝对会影响乐曲的整体听感哦。如果都已经清楚以上讲的运弓及弓压分配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尝试多次的练习，让我们的右手在每个运弓结束后，重新的贴合琴弦，产生出良好的弓压，这样就能保证每一个运弓发音。这边我们给大家一个小结，好的弓压可以让琴体发音正确，在换弓时更必须注意弓压的给予。接着就可以开始加入左手一起练习咯。我们一样使用基础的低调一个把位，记得在每次运弓结束后一定要停止，这时候要将左手触弦及右手贴弦两个动作同时带入，最后才能够运弓哦。当我们都可以分开步骤执行的没有问题，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连续的将音阶连贯起来，特别注意自己的右手是不是在换弓的时候有将琴弓与琴弦重新贴合哦。在这样的弓压处理下，琴体的发音是不是越来越好听且饱和呢？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先将弓停下来，重新将弓压处理好，才能继续演奏哦。我是吴老师，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加深红丝竹音乐，见面喽。